废话不多说，来看今天的影片。哪里是全中国天黑最早的地区？就是这儿，黑龙江宝清县。趁着天还没黑呢，上山再拉上柴火。白天我爸都跑一趟了。这是黑龙江的大东头，也是祖国的东边。再过半个小时，太阳落山了，天就黑了。3点半左右，天黑。睡觉。我妈这一看，这什么动物？人儿是比猫大，像虎似的。这毛可大多了。是狼吧？不能是狼吧？东北虎。东北虎不能，东北虎蹄得这么老大。那就是傻狍子。这还是3腿呢。傻狍子。这是野鸡走的人，你看，也像鸡爪子一样。进山了，捡点树枝、树棍儿。这些木头都哪儿来的呀？就是以前旁边是个果园，它果园的树不要了，对，它结果期过了，就给毁掉了。哦。受情这玩意下坡，一路下坡。看到这个，走了，不一样。拉完柴了，天也快黑了，回家烧火做饭。做饭，大东北是我的家乡。我坐上行不行？哎呀，行，叫我鱼。真拿我当生产队的驴似的。哎呀，真好！做好了啊！哎。几点了，小子3点20。3点20啊？回去做饭。哎，吃晚饭。来，跟着走。你这小米多好呀！挺多的，烧火，我一会再烙2张饼。小米煮鸡蛋是这得做圆的。今晚上烙点饼。行，你烙吧，你啥时候饼下锅了，我再炒菜。要不然菜更凉了。2对菜。这个油好啊！哇，看上面这多黄！哇，天黑了，看太白金星都出来了。哎，这一走，哎呦，酸菜来了，炖酸菜、尖椒干豆腐、鸡蛋焖的，吃饭。你4点钟就睡觉啊？啊，我看你没地方走啊。兄弟，我也喝点。哎呀，那这份饼烙的行。不能总翻车。今天没翻车。哎，60多岁也不能总翻车，还有正道整一回是吧？偶尔有一回。小蛋，你看这米油都给你的，这是月的标配呀，小蛋。我不着急啊，我一点不着急。你不着急，我着急，有着急的。你着急有什么用？皇上不急太监急。爸，你几点睡觉？现在4点钟，以前3点半。3点半。一天就睡。我什么事没有，吃完饭就睡。白天起来看手机，对，看够手机再睡，一宿看好几遍。咱俩还得上县城接孩子放学呢。这我爸都已经就寝了，看时间是4点50，4点50就寝了。这还叫咱俩耽误了呢。正常来讲3点50可能就寝了。3点半嘛，3点半的休息嘛。哎，你休息吧，我们接孩子去了吧？慢点走吧。
开车慢点。接下来我们去黑龙江看一下。很多朋友都好奇，为啥东北农村都是这种平房，像70、80年代的房子？这里是黑龙江黑河，夏天的话2点钟就亮天了，冬天是正好相反，下午3点钟就黑天了。最幸福的就是这大冷天的睡个懒觉了。这一大早要不是起来上厕所，真是不爱起被窝。榨完豆油还剩了好多豆子，然后洗手，泡点豆子，发一点豆芽，放在这个热炕头上，还热乎。这大冷天的洗脸都得做个心理准备，不时好戴个帽子，带大家看看村里的样子。从我家出来是一个小十字路口，顺着这条路往前走都是一条条的小胡同。这家看着是好像没有人住了，这院里边也都是雪，路上是几乎看不到几个人。再往前走都是一望无际的大地了，也都被这白雪给覆盖了，要到来年的5月份才能耕种。由于天气的原因，一年也只能种1季庄稼，要到10月份秋收。路边的这些农具也要闲置到来年的4月份，半年之久。其实这边的房子大多都是这样的，主要是为了取暖方便，建个2、3层的话也不利于取暖，而且费用也会很高。像这种的房子差不多也有个20、30年了，有的后期室内也做了重新装修，跟楼上一样。溜达完回来歇会儿，就准备做晚饭了。提前泡好的这个大碴子，用大锅给它熬上。现在天黑的也早，也就早早的把这个饭做上了，让它慢慢熬着。再从这个冰缸里拿个冻白菜化着，然后整个蘸酱菜。小火给它咕嘟了2点，这大碴粥也就出锅了。看这白天有多短吧，一天也干不了点啥活，这一眨眼的功夫天就黑了。香。接下来我们去吃杀猪菜。东北杀年猪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习俗，今天我们连队风叔家杀猪，我们来吃杀猪菜。瞅瞅这新杀的猪已经下锅煮了，这是用白水煮的，是不是？对，这白水煮，我也放。我感觉我驾这5年了，好像第一次体验杀猪菜，杀年猪的氛围。杀猪菜吃过，杀年猪没赶上过。这明倒是再杀一只。这一大锅肉得个几10斤吧？两盆肉，2大盆肉还凑合。得个40多斤呢。哦，真爽啊！瞅瞅这肉按盆装，哎呀，瞅瞅这有没有过年的气势？纯肉。过了冬至就快过年了。这还有一锅的大锅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铁锅炖大鹅。现在开始掏酸菜，这是自己家腌的大缸酸菜。瞅这架势，今天指定热了。开始灌血肠了，现在又是一个名场面了哦，灌血肠来了来了。这可是个技术活哦。我们的人都来了，300多斤的猪，一起分享这个美味。再把切好的酸菜放里，这就是东北特别经典的一道菜——杀猪菜。一会儿这里面还得搁点血肠呢。零下20多度吃热乎的杀猪菜是一种什么感觉？咕了一上午的肉出锅了。开始分肉了，肯定够。马上好吃吧？香。平时炖的就感觉跟这不一样。不一样。还有一锅炖泥鳅，这又是双锅齐下，让你们瞅瞅什么叫做人间烟火气，最不烦人吃。血肠也下锅了，这一大锅呀，大白肉也出锅了，开水装盘，点小蒜泥儿，这玩意儿蘸白肉是绝配。这小场景真是特别有东北的年味儿啊！热热的炕头上可以放菜，防止它快速冷掉。再来点大拌菜，泥鳅出锅了，煮个东西你就行。皮皮整整的蘸酱菜，还有白花花的大馒头。这一大锅的酸菜会搞吃味儿的。血肠已经下进去了，马上就开饭了。
哇，这一锅城市味儿，能唤醒多少在外的东北游子心里的那个思乡之情。赶紧回家过年。现在已经进入39天了，室外宁夏22度，啊，冻耳朵尖儿。杀猪菜也出锅了，瞅瞅这杀猪菜。大鹅也出锅了，来了来了，铁锅炖大鹅。哎呀，大口吃肉。接下来，我们去看一个东北农村单身汉的内心独白。有人说你不结婚，等你到老了谁管你？你说死了都不知道埋哪，那说的好像知道埋哪能活一样，咋的能死而复生啊？那没人埋我，我自己起来挂树上，反正害怕的是别人，不是我。那还有人说没有孩子连烧纸钱老规矩，927往里一倒。那实在不行，我现在提前给自己烧点，给自己存着。再说了，祖宗18代搁下面等着呢，那没有人给你烧纸，我直接下去啃老去，他还能饿着我呀？那什么养儿防老啊？有多少人父母有儿子，不照样搁养老院待着呢吗？那养儿防老那都是借口。你现在吃的好，睡的好，你化妆品用的好，那才防老呢。多少现在还啃老呢？趁现在能吃能喝能唱啊，对自己好，无限的对自己好，剩下的交给报应。都快活一辈子了，最后那几天遭点罪，那也是应得的。阎王让我3更死，2更我就过去，提前报道，主打给领导留个好印象。不是我不结婚了，兜里2、3万块钱咋结呀？我有姑娘也不能让她嫁我这种人呢。有人问我光棍子啥味儿？饭菜、烟酒、臭脚丫子味儿。我天天要么下午喝，要么晚上喝，喝完蒙登的，谁能收拾桌子呀？就得第2天早上起来收拾。我这桌子、被窝、褥子天天不用动，光棍的窝没人来，来人也是过来喝辣照的。鱼腰子，切完了搁水洗一下，锅里添水，倒驴腰子，2鸡蛋，葱花放里，添水，倒油，些盐，搅拌均匀，盖锅，点火。铁锅，辣哨子倒上开整。来吧，我酒都给你倒，我掐指一算你得过来。上炕，你先给我放。来，端了，整口辣哨子。鱼腰配大蒜，再也不出汗。喝睡着鱼了。你再看会电影，再整点。今天带大家看了中国天黑最早的地区——东北农村的平房，东北农村有名的美食杀猪菜，还走进了一个东北农村单身汉的内心世界，都把我看饿了。然后我对年猪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特地研究了一下年猪。提到东北农村，年猪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对很多东北人来说，年猪不仅仅是一头猪，更是整整1年辛劳的成果，也是年味的开始。那么，年猪和普通猪究竟有什么不同呢？首先，从饲养时间上看，普通猪的饲养周期一般是6到8个月，主要为了快速出栏，以便供应市场。而年猪则通常从年初的小猪仔养到腊月，饲养周期长达10到12个月。这样的养殖方式并不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，
而是更多出于一种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的延续。其次，在饲料上也有很大的差别。普通猪的饲养往往以饲料为主，注重增重效率，饲料中可能添加一些配方或营养剂。而年猪的饲养则非常朴素，多以家里的剩饭菜、玉米面、红薯藤等天然饲料为主，完全是靠粗粮和自然生长来喂养。这也使得年猪的肉质更加结实，风味更加鲜美。此外，年猪的饲养方式更加贴近传统农村生活。普通猪通常圈养在专业化的猪舍中，而年猪大多是在农村家庭的小院里散养，活动空间更大。这种自由放养的方式让年猪的体质更为健康，肉的口感也更加紧实有嚼劲。最后，从意义上来说，普通猪更多是商品化的养殖，而年猪则是一家人1年的年货。它不仅是为了吃一顿杀猪菜，更是寄托了对丰收和团圆的期盼。杀年猪、吃杀猪菜，意味着1年劳作的结束和新年的开始，是一种仪式感十足的传统。所以说，年猪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来源，它更像是农村生活的一部分，是与家庭和土地息息相关的情感纽带。无论是饲养方式还是文化意义，年猪都承载着东北农村特有的烟火气息和温暖的年味儿。杀猪过年是一种仪式感十足的传统。杀猪的日子通常选在腊月中旬以后，一般还会请邻居、亲朋来帮忙。杀猪之后的第一顿饭，少不了东北名菜杀猪菜。这道菜用白菜、血肠、猪肉、粉条一起炖煮，既实惠又香浓，几乎每个东北人都对它有着深深的记忆。年猪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吃，更是团圆和年的象征。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，杀年猪那一天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寒冬里吃上一口热乎乎的杀猪菜，感受的是劳动的成果，也是对新年的期待。所以，年猪和杀猪菜背后藏着的是东北农村生活的烟火气，也是代代传承的文化记忆。这种平凡中的热闹与满足，或许正是人们向往农村生活的原因之一吧。